用声音传递故事，用真心倾听思考。这里是蜻蜓 FM 首档自制明星成长回忆录《榜样新生之人生关键词》，集结榜样的力量，去影响每一个追梦人。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遇到很多人，或并肩而行，或擦肩而过，或者同舟共济，或从熟悉慢慢变成甲乙丙丁，或从陌生人变成知己好友。我们在路上，我们在成长，我们在遗憾，我们在感谢，我们在说对不起。或许那句对不起就是最后的一次问候。我是陈瑶，一个将对不起转化成动力的青年演员。我想对你们说，自我感觉我还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。我喜欢的事情，不管有没有人陪，或者有多不可能，我都会想要去试一试。就拿那个时候参加艺考来说吧，我们那个小城市的人以前是没有人去北京考试的，一是不敢，二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，而且一待就是1个月。当时我也是无意间听到老师们提起北京电影学院，所以内心就有了想试试的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还非常的强烈。可是我的家人并不同意，因为我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去过北京考试，而且我一个小女孩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有人照应，所以坚决不让我去。但我就是想去试一试，不管能否成功。就这样，我拿出自己私下里存的生活费，再加上一些压岁钱，差不多有5000块吧，还撺掇另外2个也想参加艺考的朋友一起去了北京。意料之外的是，我幸运地考上了。印象里从小老是挨妈妈的打，妈妈会在屋里提前藏好树枝，只要我犯错了，她就会抄起藏好的武器追着我打。当然我也会耍点小聪明，有的时候偷偷地把她藏好的武器提前丢掉。我记得打得最惨的一次，就是我右手的小手指被打肿了，我非常生气，甚至还做出了很不理智的举动。我拿着5块钱离家出走了。当然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自己很怂的又很乖乖的回家了。但是从那之后，妈妈却再也没有打过我。我特别想对我的妈妈说，对不起，小的时候给您带来了特别多的麻烦，让您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打我的时候你也会很心痛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的性格很独立，也很懂事，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。第二个我想说对不起的是我的胃。进大学之后，想过要吃遍全国各地的美食，当然我最钟情的还是火锅，尤其是四川的麻辣火锅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小的时候曾经吃火锅吃到吐，就吃到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已经到了嗓子眼，甚至还有过肢体行动都会受到局限的时候。我大2上学期就出来参加工作了，从有了独立经济能力之后，在吃火锅这件事情上就更加放得开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拍电影，我连续1个月天天吃火锅。我自己经常放的2种调料，第一种是葱、香菜、蒜泥、蚝油、小米辣，还有一种是小米辣、葱、香菜、酱油、洋葱圈。然后呢，汤是一个是原汤，一个是加香油。听到这儿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？不过对于这个绰号，我不反驳，坦然接受。
从小我不仅爱吃，也可以接受一个人吃。我经常一个人去吃火锅，一顿平均下来的花销其实和4个人吃的差不多，一吃至少会吃2-3个小时。我记得我最早的一次是早上6点去吃的火锅，最晚的时候是凌晨1点，看完电影就去吃火锅。不过这都不算厉害的，最厉害的就是我在读书期间吃成了我们学校附近火锅的 VIP。不管什么时候都去吃火锅，不用排队，店里还给我发年卡，我还被邀请去参观工厂，整个参观耗费2个小时。我是里面年纪最小的，我发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有趣。这个爱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，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胃，他喜不喜欢我如此疯狂吃火锅的习惯。其实说起来，我的胃也像一个火锅，它在耐心地帮我分解着外界的食物，维持着我身体的平衡。所以我要对我的胃说一声对不起咯，让你受累了。但是呢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能让我保持现在的身材和体重。我不仅自己爱吃，我还把我自己的猫咪肉肉养得胖胖的，从一开始的2斤胖到了现在的11斤。但我也想对肉肉说声对不起，因为他是个男生，我却每天都把他打扮得像个小公主。他有2个衣柜的衣服，各种风格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墨镜、领带、帽子、鞋子、靴子、雪地靴等等等等配饰。而且呢，他也得必须是一个爱干净的男孩子，所以呢，他会经常刷牙、洗澡、掏耳朵、涂护手霜。虽然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很不错的。肉肉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去逛商场买东西，所以就会有人问，为什么我可以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当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只要它有意义，我不在乎有没有人陪，我在乎的是我要去做这件事。做完这件事情，只要是有意义的，只要我感觉到开心，只要有所收获，有成就感，这就够了。大2那年，我开始接触外面的工作，等于半只脚迈进了社会。即使再独立的我，也有不自由和无可奈何的时候。这些无可奈何当中，包含着遗憾，包含着那份未说出口的对不起。小时候，外婆对我特别好，我的零花钱基本上都是外婆给的，有时候挨打躲不掉的时候，也是外婆给我撑腰。我一直觉得我跟我爸妈的沟通有代沟，但是我和外婆之间，感觉我说什么她都能懂，都能理解。我看见一件特别漂亮的裙子，我妈不给我买，我就会去跟外婆说我特别喜欢这条裙子。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跟外婆撒娇，外婆就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。每次我妈知道这件事后，就会劝外婆不要这么宠着我，可外婆总是说不要我妈管。我觉得外婆她不仅可爱，而且还很善良。我记得有一次外婆住院，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了，但是每次给外婆打针的实习护士总是打针扎不准，手上全部都是淤青。我当时很生气，因为外婆在住院，每天都要打针，那也不能每天都让实习护士打呀。要是换做其他人，可能早就已经换其他的护士打了。可是外婆她却一直不吭声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不想让护士为难。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赶快长大，能够早一点成为外婆的保护伞。我也一直祈祷，希望岁月不要伤害她。但是外婆
还是匆匆地离开了。我想对外婆说，对不起，外婆，您把我带这么大，还没有让你好好的享福，就离开了。但是我会带着您身上的那份善良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一定会照顾好外公。最后，我还特别想对《致青春》的杨文军导演说声对不起，以及和我一起搭档拍戏的演员说声对不起。《致青春》教会了我很多，让我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的道路上打开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。那个时候我的经验不是很丰富，需要不停地去面试剧组。我特别感谢杨文军导演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坚持用我，也一直挺我。最重要的是，让我在这部戏里能够快速地成长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开机的第2天有一场哭戏。那个时候是冬天，0下2度的样子，现场有40-50人，我很紧张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该哭的地方我哭不出来，节奏也把握不好，总体来说就是哪儿都很别扭。从下午4点半一直拍到6点，我都没有演好。但是现场没有人指责我，那个时候跟我搭戏的演员也一直说没关系，实在不行我们就陪你再演一遍。我真的不忍心让他们在0下2度的天气穿着夏天的衣服陪我一直这么耗下去，可那个时候的我真的觉得无能为力。到了6点，拍摄的光线变暗了，导演说收工，我瞬间就哭出来了。这个哭里夹杂着我的愧疚，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愧疚。那一场戏，导演的评价是还可以。回到酒店之后，我自己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。后来我又跟导演沟通，我是不是表演的真的很差，我们要不然重拍吧。但是导演却说没关系，已经很好了。其实我也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不想打击我的自信心，现在回过头来，我发现人一定是不断进步的，如果一直停滞，那就是退后，可能还不如从前呢。我很感谢那段时间所有人对我的包容，也觉得很对不起他们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没有在那个时候让自己做得更好。感谢遇见，感谢那个会痛的年纪，感谢那个无彩的青春，感谢那些给予我支撑的人。或许你们随心的一句话就能够让我再次振作，蓄力起航。感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片刻的驻扎就能让我回味良久，收获颇丰。感谢那些鲜活的角色，让我可以肆意的哭，任性的笑。感谢那些对不起，其中的每个字都是那么的有分量。我会把它们都埋在心底，细细体会。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，我们要抱着一颗勇敢、上进、感恩的心，去面对身边一切的事与物，将一句句的对不起转化成内在的一种动力，然后继续昂首阔步，继续去做想做的每一件事。对于未来，我想生活在南方，我的一生当中一定要做一件有情怀的事，比如说开一家书店，或者在全国各地搜罗一些艺术品，然后再办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博物馆，和懂得欣赏这些物品的人一起分享我在全国各地的所见所闻。我希望1年的时间，一半在旅行，一半在经营属于我的小店，这样挺好的。
你们觉得呢？最后，祝福你们都能把生活过成别人羡慕的样子，成为别人的一种向往。我是陈瑶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